大家好，我是 Tiny。我们都知道 RBD 钢体破碎模拟是影视特效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特效，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影视行业的从业者，钢体破碎模拟反而是用的比较少的。但是 RBD 的钢体模拟是用的会比较多的一种特效形式。那么本节课我就会用这样一个小案例，带大家了解一下Houdini当中搭建 RBD 钢体模拟的一个小流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整个案例就是一个钥匙扣，然后上面挂着5个小部件。所有的模拟都是在 SOAP 层级下的 RBD 模拟，也是当前比较新的一种模拟的流程。最后我们将整个模拟完的动画导入到 Blender 当中完成渲染。好，我们先进入到 Houdini 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钥匙环的一个制作。使用这个 Spiral 螺旋线创建了2圈，然后 Sweep 一下。Sweep 的话，注意这个模式，然后要封面，选择的是 Single Polygon， 并且给予了一个 UV。这是我们整个制作就是在模拟之前的一个标准流程。尽管我们在这个模拟当中是没有用到它的一个 UV， 我们尽量在模拟之前还是要把这个过程要做好。好，倒角，给予了一个面组，名称为 Ring， 然后我们把它挪到这个中心向上的一个位置。接下来就是一个 RBD 的一个创建，一个过程的创建。首先我们在进入 RBD 模拟之前，我们有一个必备的因素，就是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名称。所以这个地方使用 Assemble 给了一个名称，注意是面层级的。如果我们的物体比较少，比如说我现在只有一个物体，然后我们把它进入到一个 RBD 的一个模拟的话，创建一个地面，在这个位置创建一个地面，然后它默认带一个重力。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物体，比如说要参与一个钢体的模拟，像这种情况下，你是不需要再设置一个名称的，因为它只有一个物体，对吧？它会自动赋予一个名称，看到没 ？pieces 0。但是我们现在是多个物体参与模拟，所以我们为了让每个物体都要完成它的模拟，我们都需要给它们一个单独的名称，不一样的名称。而且我们在模拟之前，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打包。打包的话，如果是单独使用一个物体模拟，我们如果也要完成打包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少的物体的话，可以使用 Assemble，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打包。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具有名称，然后又变成一个打包的物体，对吧？但是我们多个物体的打包，虽然这个地方也可以完成打包，但是我们使用到的是 RBD 自己专有的一个节点，叫 RBD Configure 这个节点，它默认会在这个位置会勾上，它完成一个打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 Packed Fragment。 好，这里使用到的是一个 RBD Explode View。 这个节点是干什么用的呢？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对它进行一个破碎，当然了，本节课破碎不是重点，我只是为了演示一下，使用的是 RMF 这个节点。我们要看到一个破碎的物体，我们正常情况下使用的是 Explode View， 它会将这些破碎的物体散开。然后 RBD 有一个专有的节点，也就是我们这边讲到的 RBD
explode view， 看它会断开，通过调节这个数值，而且它能够看到中间的约束。这个地方中间这一栏是一个约束，然后第3栏是一个代理物体。所谓代理物体就是代替原始物体参与模拟的物体，叫代理物体。好，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没有约束，好，这个地方是使用这个节点会自动创建约束，所以我们能看到中间的一个约束线。当它勾上之后，看到没？而且它能够看到约束的代理物体。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设置代理物体，所以我们散开之后，它这个物体还是原始的物体。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下代理物体，看一下，设置一个代理物体。这个白色的线就是代理物体，代替原始物体参与 RBD 模拟的物体。我们也可以单独连出来看一下，你看它的布线跟原始的物体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通过这个节点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再设置一下，红色的线就看得比较清楚，对吧？而我这个地方并不是为了观察它断开，因为它并没有断开。我们这个地方是使用到了它的一个功能，叫做将原始物体计算它的一个代理物体，也就是这个功能。我们把这个地方关掉。当你选择这个 convex decomposition， 它也会计算一个代理物体，然后通过调节这个数值来提高代理物体的精度。再小一点，这个精度就比刚刚要准确一点，对吧？把它缩小一点，你看，还可以再小一点。我们把这个约束线关掉，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代理物体。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是要用到它的代理物体，降低它的一个提高它的一个精度，降低它的数值。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白色的线就是代替原始的物体去做一个碰撞。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一个打包，自动打包。打包之后，在这个地方是 RBD pack。这个 RBD pack 的功能就是类似于我们在毛发与球体交互那个课程当中讲到的 Vellum pack， 多个物体参与模拟，我们将它们每个物体单独打包，然后在最后的解算之前做一个解包，对吧？在 RBD unpack 一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打包，然后我们观察到这个动画，我们看这个钥匙扣，它是有一个来回的左右摆动，对吧？而这个左右的摆动实际上是我们在 SOAP 层级下设置好的一个动画。在我们打包之后，我们给予了一个动画的设置，使用到的是个 sin 函数。注意，我们在 SOAP 层级下设置物体，比如说这个物体在当前这个案例当中，它是参与了模拟，但是它的动画是我们手动设置的。那么在 SOAP 层级下设置它原有的一个动画呢，我们需要在打包之后来设置，看到没？一定是打包之后去设置这个动画，而不是在打包之前。你如果是在这个 transform 放到这个 RBD config 打包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动画，我们拖过来的话，你打包之后，你即使在这个位置，看这个地方其实也，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因为
它现在因为是你在打包之前设置的动画，而这个地方是计算它的一个代理物体，你每一帧都在动，所以它每一帧要重新计算打包物体，所以这每一帧都计算的比较慢嘛。你比如说我不使用这个，我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去完成打包，虽然这个地方是有动画的，但是你在模拟当中的话，这个动画是不生效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在打包之后去设置这个动画。那我们开启这个代理物体，然后这个代理物体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只对代理物体做一个动画。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这个物体因为它是我们设置的动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给了一个叫 active 等于0，也就是我们如果是使用到的是一个attribute wrangle 的模式去书写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整数属性，所以你可以直接这样书写 active 等于0。active 等于0表示这个物体它是一个被动刚体，它虽然参与了模拟，但是它不受力的影响。你如果这个地方不勾选，它默认它会自己内部有一个属性，也就是 active 等于1，它会参与到模拟的过程，是一个主动刚体，会模拟，会碰撞。然后这个 animate 等于1就是打包物体有一个动画，你也就是这个地方的 animated 等于1。当你有这个属性之后，你这个动画才会生效。注意这两个属性都是整数属性。这就是我们一个圆环的一个 SOAP 层下的一个设置。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部件，就是这个部件的制作。这个部件首先的话是这个链条的一个制作，链条看一下一个直线，然后重新采样点，然后这里设置了一个名称，它根据一个 point number 设置了一个名称，然后每一个点有自己的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这个 group range 分隔选择，然后设置了最后一个点 endpoints 读的是这个当前端口的一个点数，总点数减去1，也就是最后一个点的减序号，对吧？也就是10减1等于9，看一下，对吧？9，也就是9号点。然后现在分出了2个组，一个是这个黄色的点，一个是蓝色的点。然后左边的话就是一个看一下这个链条的一个小部件的制作 ，torus 拉长改变一下位置，然后将它挤出拉长 mirror， 设置一个 UV。注意这个地方是将它们缝合到一起了。这里使用到的是 copy curves， 根据曲线来复制物体。这边的话就是将这个链条这一部分旋转了90度，所以将它们合并到一起，就得到了一个链条的一个部件。但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它第一个链条环它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不够大的话，它会有穿插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模拟的设置之前，参与模拟之前的 SOAP 层下的设置，一定不要有穿插，否则模拟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把第一个去掉，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同样的把它复制过来，然后只保留第一个，并且将它变大。
挪了一下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链条的一个制作。然后右边的话就是这个 arrow 这个箭头，这个箭头也是我在 plasticity 里面去建的模。就是目前我用 plasticity 建模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要最后的渲染涉及到一个玻璃的渲染的话，它有一个着色的问题，它会不停的闪烁。所以你像当前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在这个部件跟这个箭头的蓝色这一部分是一个玻璃材质，所以我们导入到Houdini当中之后，要另外处理一下。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使用到的是 Code Remesher， 这是一个付费的一个资产。重新那个 Code Remesh 了一下，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自带的一个资产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布线。我们再合并到一起，之后，注意使用这个节点的话，它会创建一个名称，对吧？我们在 RBD 模拟的时候，这个名称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后面会自行设置这个名称。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个名称给它删除掉，然后同样的也是给了一个 UV， 给了一个面层级的面组。这个调整的这个方向跟位置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将二者合并到一起。看一下，穿插了进来，合并到一起。先看一下这个链条，这个地方我做的程序化了一点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链条，然后边界框取出最后面的、最尾部的这个链条，也就是我们说的跟这个arrow 接触的这个面这个位置，取出它的一个中心点，然后将这个链条克隆到这个点的位置，对吧？它就比较对，就一定会对齐。然后这个地方的调整其实都是为了最后在初始模拟的时候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往下看，我们同样的也是沿着 Z 轴，是吧？沿着 Z 轴这个方向，我们需要克隆到这个我们刚刚设置好的这个环的这个位置，对吧？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一个 arrow。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刚刚摆好的一个链条跟 arrow， 然后我们将刚刚的这个钥匙环，注意这个地方 UV 删除，为什么删除了？就是因为不要覆盖它这个 arrow 设置好的 UV，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 arrow 克隆到点上嘛，所以同样的。这个地方是计算到它的一个中心点，通过这个中心点，我们得到一个 N 属性，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放射状的 N， 并且我们通过这个 transform 将它压缩了一下。你如果不压缩的话，你看这个 N 就是比较一个放射状的，对吧？我们将它压缩一下，它基本上就是让它沿着这个平面去放射，因为我们需要用这个 N 的方向将这个部件来克隆到这个钥匙环这个位置。所以然后我们通过这里使用到的还是一个常用的 attribute float 一个 mask 属性，从上到下一个 Y 轴的一个映射，然后我们取这个 mask 大于比较大的位置，也就是下半部分，然后 scatter 去投射点，对，这里投射了5个点，因为有5个部件嘛 ，mask 属性，然后我们通过对 Z 轴看一下 ，Z 轴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排序，对点的一个排序，我们看一下，0、1、2、3、4、5是
沿着这个 Z 轴的方向。为什么我需要做这个操作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克隆的时候选择点，最左边是0号点嘛，对吧？我们把它克隆过来，因为我们又加上我们之前设置的一个 N 的一个方向，对吧？你看到没？所以你在克隆过来的话就没有问题，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这个位置呢，也是在后期使用这些 transform 去不断的调整这个方向呀，这个位置是使用这个，你看这么去调整的，而且要保证它不会有穿插，对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刚刚我们是有2个部分嘛，这个 arrow 一个是链条，一个是这个箭头，所以我们把它分离开来，这个是箭头部分，刷新一下。这里我们手动设置了一个它的一个名称，这个地方叫做 arrow 面层级，注意一定是面层级啊，包括我们这边它使用 assemble 设置名称的时候，它也是在面层级给了一个 ring 等于0。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没有使用到 RBD explode view，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体我们去计算到它的一个代理碰撞物体的话，会很卡。你每次进来的话，它都要重新计算一次，我又不想缓存，所以我使用到的是 RBD configure， 它里面还有一个自带的一个设置collision shape 的方式，就我们把这个地方修改为 convex hull。convex hull 就是这个。它就会凸壳体，它不会。你像这个物体，它实际上你要精确的算法的话，它是一个你应该使用到的不是凸壳体，应该使用到的是这个 concave， 因为它往内陷了嘛。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可视化，改成 collision padding， 然后在这个地方点一下回车。你如果使用到的是 concave， 它就会。是这个蓝色就是碰撞体，就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碰撞体形式。但是我为什么没有使用到 concave 呢？2个原因。第一，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碰撞，它是不会跟里面有任何的碰撞关系，所以我们把它使用 convex hull。convex hull 还有一个那个好处就是它模拟起来会更快，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使用 convex hull。然后将它的 collision padding， 也就是它的碰撞边界缩小了，就这样，然后再打包，然后右边的话就是链条，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忘记讲了，实际上它是2个物体，我们可以使用 export view 看一下，它是2个物体。它是2个物体，它又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地方的 assemble， 比如说我使用 assemble 设置它的名称，是吧？它会根据你这个相连的这个模型体去计算名称，赋予名称。这里就有2个名称 ，piece 1跟 piece 0。但是我们实际上是让它作为一个碰撞体去参与模拟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给予的是一个手动设置的名称，也就是2者是同一个名称，这样它就肯定不会模拟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分开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右边的链条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作为单个个体去参与模拟的。你看每个链条，它不是一整根一个很硬的那种不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有 assemble 赋予名称，叫 chain arrow， 10个物体。然后同样的，我们使用到的是 RBD explode view， 计算到了它的一个代理碰撞的一个物体，实际上是 RBD configure，
修改了一下它的一个collision padding。这个地方注意，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设置好了一个碰撞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修改这个我们讲到在这个 active 跟 animated， 就是因为它是正常参与碰撞的物体，所以这些东西是不用设置的，它默认就是 active 等于1 animated 等于0，然后给一个打包，这就是这个物体的设置。然后设置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现在是这样一个物体，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物体去参与模拟的话，我们下面再往怎么走呢？我们将它打包的物体 merge 一下，然后再解包 RBD unpack。解包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先把这两个关掉。比如我现在就参与模拟，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箭头往下掉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在上面设置的时候，它们二者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对吧？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们俩设置一个约束，让它们两个绑定到一起。所以我们这里使用到一个新的节点，叫做 RBD constraint from rules， 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地方使用到的是一个 connection type， 就是相连的方式是一个 surface points， 它会根据表面的点去创建一个约束线。然后这里赋予到它一个这个约束线的一个点组，给了一个名称叫 collectors， 可以看到是吧 ？collectors。然后将哪两者相连呢？是 arrow， 所谓 arrow 就是我们最开始给了一个组，记得吗？往上看，这个地方 arrow 对吧？有一个面组，然后这个地方设置一个 last， 这个地方我刚刚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当它设置好这个链条之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地方这个点上给了一个 last， 我们把这个点组 group promote 上 promote 到面组，然后变成一个最后一个链条，同时赋予了一个所有的链条赋予了一个组面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将就是这个 arrow 这个组，也就是这个组，跟 last 也就是最后一个链条赋予一个绑定，对吧？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 surface radius， 就你不调整的话，你看它是没有这个约束的，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会生成一个约束线。然后这个约束我们要赋予它一个名称或者说类型。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CG Wiki 上它有一个解释。对约束 RBD 约束网格的一个解释，它需要的是3个部分，一个约束的组成，一个是名称，就是这个点的名称，一个是这个线，约束线的类型，约束线的名称，另外第3个就是这个约束线的一个属性，也就是它的一个长度叫 resonance， 对吧？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它会对这个基本的一个原理有一个解释。这里我们就先不看那么细，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它自己胡迪尼完善过的节点去设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通过 RBD constraints property，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 RBD 的约束去做一个设置。这里这个组就是我们这边设置好的一个组，叫 connectors 1，然后给予一个叫做 glue
胶水的一个模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constraint name， 对吧？叫 glue，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这个 glue， 这 constraint name， 然后还有一个叫rest length， 对吧？也就是这个线的长度，有这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name， 是吧 ？name 它本来就有嘛，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点，这个点的名称嘛，就是我们前面设置好的。然后这个胶水约束的一个强度给到了10000，就是我们让它不要断裂，就是尽可能的高。当然我们也可以改成-1。看一下，-1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是永不断裂，对吧？看一下这个模拟，这个模拟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流程。然后我们注意看，这后面3个部分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一个过程。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拉绳这一块，其实这个拉绳我们也是将这个黑色的部分跟这个蓝色的部分，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去模拟，也就是这个箭头一样的，将这2块设置了同一个 name。好，我们重点看一下第2个，就是这不是有一个类似于拉绳一样的东西吗？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做的呢？看一下，前面的话，前面这部分也是，这个也是我在plasticity 当中去完成的一个建模，然后过程都是一样。我们通过这个这个线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线的一个设置啊，一个圆环，缩放了一下，这个是调整一下它的一个位置，0号点嘛，也就是这个点的位置，将这个按键往这挪，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圆环 fuse 了一下，然后给予了一个 polyframe。注意，我们这个 polyframe 是为了得到它的一个n up， 就是沿着这个曲线的点一个缺陷作为它的一个 n 法线方向。然后手动设置一下它的名称，点的名称，63个点。然后我们将这个每一个圆柱体克隆到点上，同样的，我们将这个最后这个位置靠近那个 button 的就是靠近这个部分的。设置了一个组，是吧？然后整体给了一个名称。我们将这个整个部分作为，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拉绳模拟的时候，我们是使用到的是这样一个圆环去参与这个模拟。然后我们过来，同样的，我们克隆到这个钥匙环的一个位置。然后注意这个地方是第1个点，记得吗？这个地方是第0号点，看一下，这个点，这是0号点，这是1号点，所以这个地方改成1，然后分开2步。左边这部分呢，
同样的 ensemble 赋予名称，就是我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是我们每一个部分都要单独参与去模拟碰撞，然后再给予它一个名称，根据这个 ID 做了一个名称的对齐，跟这个点的名称要符合。把这个属性给它删除掉 ID。然后我们不是圆柱体嘛，对吧？所以我们使用到圆柱体。看一下，对吧？圆柱体 ，clear padding 是圆柱体，缩小了它的一个碰撞边界。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设置好了一下它的一个约束。我们使用到 RBD constraint from rules， 使用表面点，也就是它根据这个表面的点去创建一个约束。调整一下它的一个缩锁半径，对吧？这里使用到的是一个 soft 的一个约束，对吧？跟这个地方的区别，这个地方使用的是一个胶水的约束，对吧？调整一下它的 stiffness， 它的一个类似于一个软硬度吧，然后打包。这边的物体的话，它因为也是其实有这么多部件嘛，1、2、3、4有5个部件，然后我们设置它一个名称。这个地方由于是我们在跟前面不同的是，我们在RBD Explore View 之前给予的一个名称，所以这个地方要设置成点名称，跟这个地方的面名称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是直接接入到的是 RBD Configure， 对吧？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在点层级设置一个名称，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再进来，这个地方是为了得到它一个碰撞集合。好，也是注意这里我修改了一下它的一个密度，就类似于我们在模拟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重量，然后再打包，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它模拟的话它是这个样子，解包之后，这个地方是设置的是还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胶水约束，然后这个设置的是还是我们前面讲的，设置了一个新的一个约束组，然后 button 也就是这一大块跟这个最后的这一小块有一个胶水的一个约束，给的足够高，然后它去来完成这个模拟。然后前面这一块就使用到的是一个叫做 soft 的一个约束，后面的呢，后面这一些部分就是跟前面的是一样的，我就不细讲了。然后它们之间的一个约束，就这边的一个约束我都是在提前就设置好了，可以看一下啊。这里没有约束这个地方你看，在这个地方就设置好了约束，包括这个地方，原理都是一样。我们设置好约束之后，就是再进入这个，我这样两种方式就是想告诉大家，你既可以在所有的完成之后所有的设置完成之后再去解包去设置约束，也可以在解包之前对每一个部件设置约束，再打包，再去解包做最后的一个模拟。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 RBD Bullet Solver，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设置了将它的一个 clear padding 缩小，然后把这个 sleeping threshold 给它降低，变成0，就让它不要有这个睡眠，一直有在运动的过程。然后勾选了一个 drag， 就是提高了它的一个模拟的一个阻力。
们先看一下这个模拟的一个过程啊，模拟的一个最终效果。它实际上是这个地方是已经做了一个偏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模拟的一个就这个吧。它实际上不是，它前面有一个就是自然下落，下落之后，然后你看它有一个方向的一个倾向，它并不是完全的自然掉落，对不对？那实际上我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们设置好所有的一个模拟之后 ，SOAP 设置之后，然后我给予了一个，就是不是有一个方向吗？所以我在外面设置了一个，看一下啊，设置了一个沿着每一个部件的有一个矢量的一个方向矢量。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方向矢量的名称叫做 A， 然后等于这个法线，然后并且降低了一下它的一个强度，然后我们把它传递到这个碰撞体上面来。注意这个地方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使用 RBD 模拟的时候，当我们设置好第三个端口，就是如果有这个在模拟之前我们是有这个代理几何的，那么我们在最后的模拟过程中一定是代理几何去参与这个模拟，所以我们所有的属性包括组别一定是在代理几何上去设置，这个模拟才会生效。否则你前面设置，你这左边设置了很多组，比如这些组在代理几何上没有，是吧？如果是没有的，那么你去设置，根据这上面的一些组别去设置的话，这个模拟不生效，你可能永远不知道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之前你看我们第三个端口记得吗？我们都是有代理几何的，包括这些部分，你看这些部分其实它跟这个是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convex hull， 也就是一个凸壳体嘛，对吧？包括这个是吧？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代理几何，你可以看到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将这个 A 这个矢量传递到第三个端口代理几何上来，然后通过这个给了一个随机化，对吧？根据点数跟它的一个帧数，并且单独设置了一个组，设置了两个组，一个是 group 14，跟这个 group 15啊，这个地方其实点数应该是发生了变化。这 group 14应该是我记得当时是设置的是。看一下啊，这个工程发生了一些变化。group 14沿着 A 的方向，乘一个80。group 14就是这里的 group 14其实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是这除开链条啊跟这个拉环之外的其他的所有的物体。也就是这5个部件，而 group 15呢就单独的是这个部件。所以我们在模拟之中的时候，我们单独对每个组别有一个设置。这个具体我就不细讲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为了让它有一个碰撞的效果。然后这个 A 属性呢，就是这个方向属性作为它的一个立场的一个方向，对吧？然后一个噪波，然后这 group 8的话就是看一下啊，这 group 8
58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对，是这中间这个拉绳，就是因为我们拉绳的话，我们最终要让它不要挤在中间，所以我一开始有一个向外的一个力，就是朝向镜头的一个力，对吧？你朝向这个 x 轴的一个力，然后在25帧之后变为0，最终的一个模拟结果。然后模拟完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模拟的话，是我们只需要缓存它的一个模拟点，也就是第4个端口，叫 simulation points。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模拟的速度会很快。你如果是使用第1个端口，就是我们正常 RBD 的模拟，我们使用到的是这个节点 RBD-IO。当你使用这个节点的话，它默认是这个样子。它默认是只会缓存，我不记得缓存应该是缓存前3个部分吧。第4个部分虽然连着，但是它不会缓存这个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置它的一个对，它默认是第2个，也就是碰撞几何、约束体跟代理几何嘛。它第4个不会第4个的话它不会去缓存，你可以使用到点击这个 simulation points， 它会去，然后点击一下这个，你看，它就会去缓存这个点。你最后得到的就是，你再点击一下这个 transform， 你这样一个流程的话，它就会得到缓存完的一个模拟物体，当然是打包的，对吧？这个地方我其实就是把这个流程，把现在这个 quick set 这个流程自己去搭建了，对吧？所以我们只缓存第4个端口模拟点，然后模拟点之后，然后我们所有的物体，我们看一下啊，所有的物体，我们除了中间这个部分，你看中间这个部分是我们单独去设置的，把这个绳子的这个部分去除掉，这边也去除掉，然后使用 transform pieces， 通过 name 属性去映射回来。这是我刚刚忘讲完了，就是如果你只缓存，默认的缓存它会缓存第1个部分嘛，在这个案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非常多的碰撞体，你去这个使用默认的这个端口把它的那个碰撞物体也去缓存的话，它缓存的速度会比只缓存第4个物体要慢得多。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只缓存模拟点，然后给它返回来。而且记住，我们一定是第1个就是模拟之后返回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使用到的是这个端口的第1帧。就如果你使用到这个上面的第1帧，有时候会出问题，有时候对不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我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地方好像还好，对，这个地方好像还好，就是你尽量是这样，第1帧，就是它默认的这个预设也是这样，第1帧给它缓存下来，然后再 transform 回去，对吧？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方式。哎呀，有报错，这个地方连错了，连第1个端口，对吧？是吧？它现在是打包物体。然后右边就是我们刚刚使用那个拉绳，这个拉绳呢，我们也是取出到它们的一个模拟点，然后使用 add 将它们连起来，再将这个首尾点连起来。然后我们注意观察这个数据，是吧？它是2个 prims，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变成1个，是吧？变成1个之后。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
在水母那节课讲到的一个资产，自己创建的，修改它的一个方向问题，它是一个模拟，内部包含模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把它缓存一下，缓存完之后 resample fields， 再对它做一个 sweep， 并且我们可能会用到 UV， 也是水母那个课程讲到的，将它的第一帧的 UV 给它保留下来，对吧？第一帧的 UV 保留下来，设置组，然后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叫 polygon 嘛，然后我们这边的是不是 polygon， 我们需要把它打包解包出来，并且我们把这个 V 属性运动那个模糊给它保存过来，然后再将它们合并到一起，然后去除我们不要的属性，组别。这个地方其实没用到，这个地方这个操作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为什么会这样去操作。然后做了一个加速，就是我们把最开始的那个过程去除掉，让它有一个往下走，然后有一个方向矢量的力，让它们每一个都有一个这样一个散射的效果。散射的效果之后，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在胡迪尼当中模拟的话，我们需要把每一个部件给它去除出来，对吧？去除出来，因为你每个部件这里的每个部件是有，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材质，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去区分。然后我们下一步不是在这个案例最终是在 Blender 当中去输出的吗？去 Blender 当中输出的话，我们就是在变完速之后，我们看一下变完速之后，从125帧开始，然后2倍速，我们把这个组别删除掉，看一下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些在 Blender 当中的渲染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将它们缝合到一起。然后这些不是很关键主要是这个，我们将相连的物体赋予了一个 class 的属性，可以看一下，对吧？每个相连的物体有一个 class 属性，然后我们将这个 class 属性赋予到 name 上面，然后再输出去除这个 class 属性。输出的话，很重要的点注意，一个是它的一个要勾选这个地方，要根据这个 name 这个名称，注意是面层级的这个名称，创建一个 hurricane 这个 from attribute， 然后再直接输出。具体的原理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在之前的这个课程里面讲到的，为什么会这么做。输出完之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ABC 的文件，我们得到的是这么一个 ABC 的文件 5.38G。 然后我们比如我现在新建一个 Blender， 直接拖进来，你看它就每一个部件，因为我们通过它不同的 class， 它就会自己分离开来每个部件，这样方便我们去上材质，然后我们再对它们进行打组或者之类的，是吧？注意这个帧率我们是25帧，所以这个地方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看一下，然后再去设置摄像机，对吧？这个过程就没有问题。先打开一下我最终设置好的一个工程文件。这就是我打完组，然后设置了一个摄像机，看一下，对吧？
这个灯光的话就比较简单了。这里的话，我只给了一个 HDR， 跟一个阴影光，你看，给了一个阴影光。材质也比较简单，是吧？没有任何复杂的地方。塑料材质是吧？玻璃材质这些东西。最终我是在设置好之后，看一下我这边色彩管理的话是用到的是 AGX， 然后给了一个 High Contrast， 采样的话给的也比较不是很高，2048这样一个设置，包括这边的一个反弹次数是这个样子，看一下这个样子，保存的一个位置就是原始的位置。当然了，我最后是在这个 deadline 去渲染的 ，deadline 渲染。然后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Blender 去发布到 deadline 去渲染的话，这个 frame per task 一定要改为1，否则你渲染必报错，中间必出问题。最终它就是这个样子，它会每一帧作为一个单独的任务去渲染。这个有机会我会讲我怎样去使用 deadline，去操作，因为它作为单兵操作来说，它是非常方便的。C4D Houdini Blender， 甚至 Nuke A1 都是可以发布到这上面。你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任务按顺序排列好之后，它电脑就会自动去操作，你不用去守着它。这个是提高那个工作效率的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包括现在农场渲染都是使用到的是这个软件，而且它本身就是免费的。有机会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使用这个软件。就这样子。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谢谢。